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台 iPhone XS Max 的维修案例啊。这台机子呢，客人说他是打电话没有声音，跟别人通话的时候呢，他也听不到别人说话，别人也听不到他说话啊，开扩音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玩的时候呢，有声音，比如说我们听音乐啊，微信语音啊，都是有声音的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这个故障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播放一下这个声音啊，这是外放。好，很明显它是有声音的啊，有声音的。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拨打一下电话啊，然后打到我这个手机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然后他也说过这个触摸有点不灵啊。好，我们拨打一下。好，我这边是有声音的，那我现在接起来。好，接起来了，我两边的扩音都开掉。喂，喂，喂，好，是完全没有声音的，不管是扩音还是不扩音哈，都是完全没有声音的。那么这个故障呢，也正如这个客户所说的，像这种故障呢，以后可能会非常的常见哈，因为这款机子呢，它跟上一代的 iPhone X 的设计是差不多的啊，采用一个是上下层两层的这个主板相连，那么稍微重摔一下的话呢，就会导致中层虚焊啊，那么就会让这个基带跟 CPU 之间虚焊，那么就会导致打电话没有声音了。那么这个机子呢，也马上快要过保了哈，它的维修期马上就过来了，可能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把机子拆掉，然后呢，看一下主板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，这个主板拆出来了，我们放显微下面看一下。还好的啊，这个主板是没有修过啊，它是没有修过的，也都挺漂亮。可能是它因为之前重摔过，客人说换过后框啊，换后框，那一般是重摔的。那我们先把它分层。好，我们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加热啊，大概15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。先把这个给它撕掉，这里因为这里要分开的啊，把它搞断，用刀片也可以啊，直接把它切掉。直接加热把它夹下来就可以了啊。像这个胶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先撕掉啊，到时候再重新贴，因为加热的话，它这个海绵胶会化掉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把它撕掉。因为它化了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些桌子啊或者变成小件给它带偏啊，有可能的啊。所以为了安全，我们还是把它先撕掉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我们先试一下能不能拿起来。哎，已经松了啊。好，掀起来，夹下来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关机。实际上啊，我们先把它拿下来，放到显微镜下面看一下有没有掉点的情况。如果没有呢，我们再测一下对立组织啊。我们先看下层。哎，看到了吗？对吧？这里掉两个点哈，掉两个点啊，但是有没有用我们暂时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接地的点。我们先看这边啊，这边都没有啊。我们看上层板掉下来的地方，正好是这里吧？啊，这里有两个点掉了的哈。那么这两个点，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下图纸，好吧？刚才掉的呢是这两个点啊，这边有一个接地的，那我先不管它啊，这个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无线充电的啊，从 CPU 然后呢通到下层啊，通到无线充电，那我们得给它补回去啊，到时候它万一要是用无线充电的话，可能用不了。那么在正常维修的情况下呢，打电话没有声音啊，我们要是找这个一个总线啊，到 CPU 到基带的一个 DOUT 一个数据的输出，然后呢这边一个是数据的输入啊，这两个点是遇到通病比较多的。那它现在暂时没有掉，我们先去给它打一下这两个点的组织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点补好，然后呢再给它重新合成回去。先把这里刷干净啊。我们讲
怎么去区分这个点有没有用这种分层的板？它外面是不是有个圈？看到了吗？对吧？有个圈，然后这边是不是没有圈？很明显吧？那就这边应该是接地，这边有用的，这个点我们得补回去啊，这个点补回去。那我们以前有修到过的是在这边，对吧？基带跟 CPU 之间的总线。那我们刷干净以后来挑一下这个点，看它会不会掉啊？如果会掉的话，我们要给它补回去，是吧？如果不会掉的话，可能这边虚焊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点给它补上啊。我们现在测一下，把它万用表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点哈，这个点肯定是有组织的，因为它外面有蓝线，有吧？360多是吧？那这个点补回去哈，这边是不是0000啊？啊，这个是地线啊，那这个就不用补，我们要先补这个。那么在补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点吧，就是21角跟19角，对不对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还可以吧？啊，蛮紧的哈，这边都还可以吧？啊，那有可能是这边虚焊导致的啊，有可能虚焊导致的。那我们先测一下这边的组织有没有，好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吧？300多，这个接地是吧？有吗？也有组织哈，也有哈。那它下层板是通基带的哈，我们一定要测一下下层板，要不测下层板不行的。万一下层板虚焊了，这个地方可能这下面虚焊了，到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。我们也现在测一下基带有没有给过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吧？好，也有哈。好。啊，因为我们刚才测这个呢，通到基带这两个管声音的点啊，都是没有问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掉的另外一个点先补上。我们先把这个点抠出来啊，放大一点给你们看。抠的时候尽量不要抠出那个外圈啊。其实不抠也可以补，但是抠出来大一点补的话会好一点啊，会好一点。你可以补线，也可以不补线啊。不补线我们怎么样？加吸吧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补线的话会稳定一点，会稳定一点。我们还是补个线吧。啊，我们直接用粗的线就行了，因为这个线比较大。先放点香油。哇，哪来的这么多锡？刷一下啊，因为这个针筒上面有些锡，或者用烙铁把它吸走啊。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刀头的这个烙铁头啊，我就懒得换了，我直接用刀头补吧。啊，像你们自己补的话，感觉这个刀头如果太粗了，你就用这个尖头补啊。很结实了啊，刷干净，圈一下。一定要完全干啊，不干的话呢，你这个滤油盖上去不行的。好，我们稍微圈一下啊。多余的切掉了，不用那么多的。这个线还是比较粗的，这样子补的话，它会整体会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啊，相对会好一点。好，上滤油啊。全部把它盖上再刮出来啊，这样结实一点。你不要懒哈，有的时候懒的话，造成不必要的返修就比较麻烦。你可以把它涂开一点，这样抓地力会更强一些啊，多一点也没关系啊，不怕的。毕竟这个缝隙还是蛮大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放在这滤油灯里烤一下啊。放那里烤灯呢，我们先把下层板给它刷干净，把焊油刷掉啊。然后这里掉了这两个点，我们要把它先怎么样？清掉吧，对吧？啊，用烙铁轻轻烫一下就可以了。
烫完以后要加点锡啊，因为本来这个锡呢它就比较少哈。哦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这个是接地的，也不用加啊，这刚好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试一下啊。我们先刮出来。好啊。然后刚才我们夹线的时候有一点小线在这里面哈，你要注意了，要把它搞出来，仔细一点，你不要像医生一样给别人做个手术，刀片还丢在客人肚子里，是吧？丢在病人肚子里那不行，那麻烦了。同样的啊，把这个上层的这个汗油也刷掉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掉了一些点啊？啊，这些一般都是接地的点，都是接地点，跟这个一样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它合成回去，然后呢再测试一下机子啊。可以加点汗油。算了。我看不见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去了。应该差不多了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关机啊。压一压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我们来先看一下，先冷却一下。我们专业测试一下啊。先扣上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打开试一下啊。密码是。有点卡啊，950701。好，我们电话再打试一下啊。喂，哎，有声音了啊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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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扬声器有了啊。然后我们切到这边。喂。喂，好 ，OK 啊。那么这个机子呢，经过我刚才的分层和补点以后啊，这个故障就解决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